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一个聊天节目了。前一阵呢，我发了一支长影片是关于我去了 LV 啊、Chanel 这种精品大牌店里面试了他们当季的新款包包。结果呢，这支影片发出来之后，发现看的人呢要比以前少很多。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对这些奢侈品大牌呢兴趣没有以前那么大了。然后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回顾了一下我过去20多年的一些变化吧，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到疯狂爱上，疯狂买，然后又全部卖掉，然后又开始买，然后又开始卖掉。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天吧，分享我过去20几年和奢侈品大牌的爱恨情仇。不过这一期影片没有任何营养纯粹是一些个人经历和一些生活中的小故事的一些分享，还蛮有趣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最后啊。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原生家庭呢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在上海绝对是中等偏下了。我小的时候不要说用奢侈品，看都没有看到过，听都没有听到过。那真正的改变呢，是我从2002年开始上班的时候23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大家看一下我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清纯可爱真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巴黎欧莱雅做市场行销。虽然呢这个是 beauty 行业，并不是 fashion 但是还是跟美是相关的。那另外呢，我的工作一部分是负责在时尚杂志的投放，比如说 Cosmo、Elle 啊、Vogue 等等。那一来二去，天天看这些时尚杂志嘛，对这些品牌呢也就慢慢变得耳熟能详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呢，我身边95%以上的同事都是女生每一个都打扮得特别的好看，每天一套好看的衣服，再加一个包包，哇，看得我目不暇接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我的时尚启蒙期吧。我渐渐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原来有几个牌子叫做 Chanel、Louis Vuitton、Fendi 等等等等他们分别来自什么国家，每个品牌的特点是什么，当季的代言人又是谁，哇，好有意思啊！当然啦，我肯定是买不起了。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份工作工资是4000人民币，扣掉税，再加上那个时候在市中心嘛，我们静安寺上班，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每个月几乎是不可能存得下钱来的，肯定买不起啦。但是看看不用钱啊。我记得工作没几年之后呢，我就派去香港出差。那时候去香港出差就像出国一样，可是一件大事情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的第一个精品大牌单品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我应该是去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二手连锁店，叫做米兰站，买了一个 Louis Vuitton 的马鞍包，是二手的，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500港币。因为在专柜里面买新的我买不起嘛，但我又很想拥有一个，所以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大牌包包，哇，可兴奋了。欧莱雅工作几年之后呢，我就跳槽去了迪奥，负责香水和彩妆。那个阶段呢，就离精品大牌更近了一点。一方面呢，是因为迪奥的很多新品的开发都是跟当季流行以及迪奥发布的时装秀密不可分。那我就因为工作需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资讯。那另一方面呢，迪奥是隶属于 LVMH 集团。LVMH 集团大家应该都知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奢侈品，包括 Louis Vuitton 啊、Loewe 啊、Celine 啊等等。那这些品牌呢，都跟我们在同一个办公楼上班，
而且呢，集团内部那时候经常有很多员工内卖，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哦。每到这种员工内卖日，我们每个人都蠢蠢欲动啊，因为内卖呢一般是早上可能是10点半11点左右啊，而且我呢是在恒隆的办公楼那个区域上班，内卖呢是在恒隆商场某个楼层一个很隐蔽的空间里面，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很紧张，观察老板在哪里，希望老板赶紧去开会或者在忙，我们就可以悄咪咪溜下去到商场那边呢去参加内卖，因为如果晚的话呢，好东西就没有了。当然啦，这些内卖的东西嘛，也都是华而不实的。我还记得我还买过迪奥的比基尼，就是那种 monogram， 就是为了想要有那个 logo。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梦想啊，说出来不怕丢人啊，那就是每一个奢侈品大牌我都要拥有一件，比如说 LV 啊、Chanel 啊、Fendi 啊、Celine 啊等等。只要有一件就好，这一件呢当然不一定需要包包啦，因为太贵了，哪怕是个钥匙圈也可以认为是一件。那现在想来，我真的那个时候应该是疯了吧。话说呢，物极必反哦，到了差不多30岁不到的那2年，我把所有的名牌通通都卖掉了，一个都没有留。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我创业了，实在没钱，所以把身边所有能够卖掉的东西全部都卖掉了，包括这些奢侈品。那个时候呢，我疯狂迷恋上了跳拉丁舞，这件事情对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手脚极度不协调的人。我小时候做广播操都会被同学笑话，因为很奇怪，这个姿势就是看上去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我能够学会跳舞，而那段时间就很莫名，我突然就好像开窍了，学会了跳拉丁舞，疯狂的爱上。那也是机缘巧合，再加上我的性格呢也是比较反叛的，所以我决定辞掉外企工作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吧，可以说决定自己创业，开一个舞蹈工作室。当然了，这件事情呢，对于一个上海的女生来讲哦，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不被祝福的。我父母是强烈反对，尤其我爸爸1年都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为了惩罚我了。但是呢，我这种人这么喜欢迎难而上的，当然不会屈服了，所以我必须要做，因为我太爱了。那做任何的小生意都是需要钱的嘛，我算来算去，我觉得还是差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身上所有的这些奢侈品通通卖光的原因，就是为了筹钱开自己的舞蹈工作室。那最后这个舞蹈工作室也开启了，而且成功运营了大概有2-3年的时间吧，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真的特别的开心哦，那段时间，因为做 marketing 那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一个品牌，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经营。所以那几年虽然物质条件比较辛苦哦，但是我是乐在其中。那就歪下楼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为了省钱，我没有钱吃饭嘛，我就去那种便利店买真空包装的那种豆腐干，然后就坐在便利店门口吃，还吃得很开心，真的年轻真好呀。我那个时候呢，就对所有的名牌都丧失了兴趣啊。我唯一后悔的点就是忙好工作的那几年，不要乱买的，就可以存下很多钱来，现在创业就不会那么艰难了。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故事很精彩哦，千万不要走开。舞蹈工作室开了2-3年之后呢，我也慢慢丧失了兴趣，而且呢，确实自身条件有限哦，我也没有办法再精进自己的武艺了。所以呢，我最后就把舞蹈工作室给关闭了，又重新回归了市场行销，做白领这份打工的工作。
那又一次回归了，身边都是女同事，身边的女同事都穿得光鲜亮丽，都背着大牌包包的那种岁月。那慢慢的呢，我自然也融入了这个环境也慢慢开始呢，又燃起了对精品大牌的欲望。机缘巧合呢，2014年的时候呢，我来了美国工作，这下好了，我对奢侈品的欲望彻底被激发了出来因为我发现原来美国遍地都是打折，只要你愿意找，就可以找到很好的折扣，天天买。而这些呢，之前在上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奢侈品嘛，怎么可能打折？我说的是那个年代除了员工内卖以外所以就很新鲜就按照我们上海人的说法，就是老鼠跌进米缸里，就是老鼠跌进米缸里太开心了。我经常就是天天在买你看我以前出差几天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门口就堆了好多箱子而且我出门旅行的话呢，第一件事也是扑到当地的专卖店里面去买。而且呢，在美国上班工作的压力还有强度呢，不如上海那么的卷我空余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还顺便做了博主，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的。这个过程呢，一直前后持续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最顶峰呢就到达了前几年我斥巨资买了那个爱马仕的铂金包。虽然这个包包呢是一个二手款但是也花了我将近2万美金，哇，真的好多钱现在想起来。要说呢物极必反这个规律在我身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了。在最近的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我对奢侈品大牌的兴趣呢直线下降，并不是说我要省钱用它来投资等等呢。更重要的是在这半年里面呢，发生了2件事很 trigger 我。第一件事呢，是我有一次受到邻居的邀请去他家吃饭，他们家呢是一大家子都是犹太人，应该是小有家底的那种，大有家底吧。我邻居的妈妈呢是一个差不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真的惊为天人想到了前 Vogue 意大利主编 Franca Sozzani。 那天吃饭呢，老太太坐在餐厅最里面的那个位置吃了一半呢，她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我坐在那么里面我不方便出来但是我在靠门口的地方呢有一个我的包，里面有药，有没有可能麻烦哪一位帮我把这个包拿过来，我要吃药。结果就有人跑过去帮他拿包了。我瞥了一眼一看是个编织款的 clutch， 蓝色的。我心想哎呦，老太太品味真好呀，是个 BV 的，低调有质感到底是老钱结果呢，不光我这么想餐桌上还有其他人呢也是这么想的，就问他了，说你这个包包好看的呀，是不是 Bottega Veneta 的？然后老太太听了就哈哈大笑，说什么 Bottega Veneta？ 我那天出门闲逛，看到路边一个小店，里面这个包包长得不错，而且呢容量也足够大，可以用来放药，又便宜，我就买了呗。你知道我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还蛮有名的笑话吧，就是有的人呢，哪怕他拿一个真的爱马仕铂金包，别人都以为是假的，但是有的富人呢，他拿一个假的爱马仕包，别人都以为是真的。而这个笑话呢，就突然在我面前真的展开，真的发生了。换句话说呢，重点不是你用了什么品牌的包，而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前者也就是你用什么包穿什么衣服，只要你有钱你就一定能够买得到，对吧？哪怕是铂金包，你砸个几十万进去绝对能够买得到，但是你整个人的气质和钱并不一定成正比，不是吗？第二件事呢，是我有一次去曼哈顿 SOHO 那边逛街，我去了一个很有名的二手奢侈品店里面逛，我想买一个二手的 Chanel。那天呢，我记得是冬天，还有点冷的，我穿了好多层，灰头土脸，坐着地铁就去了。那天呢，我是工作日去的，人比较少。突然之间呢，店里就进来一个
女生，穿着一件白色的貂皮大衣，戴着一副墨镜，一头金发，哇，真的白富美来了。我猛一看哦，这身材、这长相还有这发型哦，我都以为是著名的 Paris Hilton 来了，当然是20几岁的希尔顿小姐。她那天呢背着一个小箱包包，这个包呢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喜欢看大美女嘛。然后呢我就侧耳倾听起来了。原来呢她身上的这个包和这个白色的貂呢都是她 grandma 的，她 grandma 呢传给她妈，她妈呢借给她背，借给她穿的。哦，我懂了，老钱家族，怪不得气质那么白富美。接着呢她就开始试包，她一眼就看中了那个白色的 Chanel 配金色的五金件，真特别的好看哦。我呢在旁边一边呢忙着欣赏大美女背包，一边呢又很想提醒她，哎呦妹子啊，不要买白色，白色很容易脏啊。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直接刷卡走人了，留下我在店里面很凌乱。然后我就想到，你看哦，我还在纠结说白色是不是很容易脏，人家早就刷卡买单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啊，对不对？而 Chanel 真正的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本身就能够奢侈得起来的人，他们买白色是不用担心脏或者不脏，因为根本无所谓。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之前斥巨资买的那个铂金包，我为了担心它被偷或者被抢，我还上了保险，给我的日常生活反而造成了困扰。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跟我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说的简单一点吧，就是我买的奢侈品牌的包包已经超过了我的经济能力，我在硬熬。就这两个故事发生之后呢，我反思了一下，我不是说奢侈品包包不好的意思啊，我只是说我之前的很多购买呢，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喜欢或者真的适合我，而是因为虚荣心，是因为 logo， 因为其他人有了我也要有，但其实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经济能力。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把很多这种类型的奢侈品单品统统挂到网上卖掉了，亏钱我也都卖掉。另外呢，我其实对现在的这些精品大牌也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品牌都是在互相抄袭，而失去了本身的特色。举个例子比如说 Chanel 在2022年出了22这个垃圾袋之后没多久，很多其他的大牌都跟进，也都出了垃圾袋。再比如这2年特别流行的那种慵懒的 hobo 包，几乎所有的大牌都出了个遍，而且长得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加上了不同的 logo， 五金件稍微改了一下。想当年这些大牌都是有清晰的定位每一家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吃饭的，而现在呢就是互相抄，反正什么火就抄什么，只要卖钱就可以。真的，我有的时候在想大家也不要再说什么 Zara 抄大牌我觉得大牌之间互相抄真是毫不手软的。那么至于以后我会不会再买精品大牌呢？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会的，但是我不会再买那些硬熬的东西，超过我经济能力的东西，也不会因为虚荣心或者是因为 logo 而去买。如果我要买呢，我希望自己买的是自己喜欢适合自己风格，也是适配于我经济能力的单品。那以上呢就是我和奢侈品大牌差不多20多年爱恨情仇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感觉？大家有什么故事想分享吗？也欢迎留言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今天这个分享没什么营养，纯粹就是瞎聊天对吧？因为大家也说我做开箱做太多，难得聊聊天也喜欢听。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Bruce 跟大家说再见，拜拜。